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苹果搭配枸杞是绝配，不知道这种做法你有试过吗？试了3天，超级管用哦。冬天就要多吃苹果加枸杞，可是这个方法知道的人不多，那么快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首先呢，咱们准备一个苹果。苹果我相信家家户户都备有吧，因为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苹果，而苹果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，而且苹果脆甜多汁，非常的受人欢迎。当然，我们先把苹果放入碗中，因为要给它清洗一下。首先倒入一些水，把苹果表面打湿。接下来需要在苹果上面撒上一些食盐，食盐具有杀毒消菌的作用，而且颗粒感也很强，用它来搓洗苹果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众所周知，现在无论是蔬菜或者是水果，不能保证它有没有打农药，所以我们自己买回家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来给它清理干净哦。比如说清洗苹果就可以用食盐或者使用小苏打来清洗，将整个苹果都用食盐给它搓洗一遍，然后用水冲一冲，把表面的食盐残留冲掉就可以了。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干干净净的苹果。接下来把苹果从中间给它分开，然后把苹果这样给它切成小块。为什么要这样切呢？因为这样切有利于我们去除苹果核。因为像苹果核，它的口感酸涩，如果不去掉，就会大大的影响口感。所以这里咱们一定要将苹果核给它去掉哦。最后把苹果给它切成这样的小块，千万不要太薄，因为太薄苹果就会煮得特别的软，所以给它切成这样大小的小块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。然后准备一把枸杞，大约10克左右。把枸杞放入碗中，当然了，也可以再加上4-5颗大枣，加入一勺面粉来抓拌。因为枸杞和红枣表面都有许多的褶皱，非常的容易藏纳灰尘，所以用面粉来抓拌，可以让它吸附在红枣上，在冲洗过程当中可以将里面藏了的灰尘给洗出来哦。虽然说红枣和枸杞营养价值特别的高，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，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哦，足以说明枸杞营养价值有多高。直到用面粉把枸杞和红枣抓拌成这样，然后再往碗中加入一些水来清洗。用你发财的手将枸杞和红枣淘洗干净就可以了。通过这种方法清洗，可以看见清洗过后的水其实它是特别的浑浊，这也就说明枸杞和红枣表面其实挺脏的，只是我们不容易看见。因此清洗过程一定要用面粉来清洗哦。最后用漏勺捞出，再用一大勺干净的水给它冲一冲就可以了。洗好之后备用。然后找出你家里面的砂锅，这里我们炖煮最好是用砂锅，砂锅它保温性强。当然，如果实在没有砂锅，用平时做饭的锅也是可以，但是记住一点，千万不要使用铁锅，因为铁锅熬煮出来会大大的影响口感哦。
然后把苹果倒入砂锅当中。接下来是洗好的枸杞和红枣也倒入锅中，最后往锅中加入水，尽量使用纯净水或者是矿泉水，不要使用自来水哦，因为自来水它的口感是挺差的，熬煮出来会影响口感。再盖上锅盖，用大火先把锅里面熬煮开，开了以后揭开盖子，然后将锅里面开到最小的火，这里咱们先不要盖盖子，让锅里处于水不沸腾的状态。利用这个时间准备一颗新鲜的土鸡蛋，我们将鸡蛋打入勺子当中。为什么要打入勺子当中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现在可以看见锅里的水已经没有那么翻滚了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时候，把打好的鸡蛋连着勺子一起这样放入锅中。如果直接将鸡蛋打入锅中，那么鸡蛋它会非常的容易散花，而如果用这个方法，在高温的情况下，鸡蛋它就会凝固在一起而定型，不会出现散发的那种情况。当然，这样弄好之后，它会粘在勺子上，因此等到鸡蛋定型过后，像这样，我们再用一个勺子把鸡蛋这样给它舀出来。这样一来，无论你放在锅中怎么煮，鸡蛋也不会出现散花的情况了。最后再次将盖子盖上，煮上5分钟左右。这里我们用小火就可以了，因为鸡蛋已经定型，并且苹果、红枣和枸杞也已经熬煮了那么久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揭开盖子，哇，闻一闻，味道真的太香了。可以看见，无论是里面的汤汁、苹果或者鸡蛋都已经煮好了。这里咱们只需要给它盛出，盛入碗中，尽量将锅里面的食材都给它盛出来哦。当然了，盛的过程当中也带上一些些汤汁，因为大多数食材的成分都已经被熬煮至汤中。这样一碗苹果、枸杞、红枣蛋就已经做好了。现在天气已经逐渐变冷，吃上一碗热乎乎的苹果枸杞蛋，简直是太舒服了。不但口感好，而且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哦，并且里面的汤汁喝起来口感也是非常的不错。如果你没有试过这个做法，那么赶紧把视频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